本次游戏失败，真凶就是8分堂。接下来我们请8分堂公布本期是否有 X。我是本案的凶手8分堂。其实我去到谭健办公室的时候，除了证实他就是我的仇人以外，我还发现了个大秘密。他的办公室里竟然藏有一间密室，密室里的屏幕正在实时监控着工厂里所有工人的一举一动。没想到我们工作的地方竟然有这么多隐藏摄像头，而且有些机位的背景一直在变化。他真是恶趣味至极。此刻我意识到工厂的绿色墙壁实际上是为了方便在线抠图换背景，我们所有人都在被隐藏摄像头拍摄记录，成为不知情的主角。密室里的信息显示，每个月的25号6点半到8点，工厂里的隐藏摄像头会停机检查。幸亏我看到了这个信息，不然我要是贸然杀了谭乾，罪行会被摄像头全程记录。现在我要报仇，除了要瞒住工厂的人以外，还要避免被隐藏摄像头拍摄下来整个作案过程。同时我还发现了他的手机说明书，他的手机竟然有2套系统，输入不同的密码可以进入不同系统，这或许能够为我所用。回到宿舍，我开始思考如何杀人，突然想到马上就要25号了，我可以在停机检查的这1个半小时里作案。为了不让工厂里的人怀疑到我身上，我可以利用抠绿和门禁打卡机来做一个不可能犯罪的手法。曾经我在打包糖的时候，手不小心被糖纸划破，血流到了糖纸上，那颗糖当时掉进糖堆里找不到了。可是没过几天，我发现那颗沾了我血的糖又重新被传送带带到我手上了。我偷偷展开调查，竟然发现每次糖果被打包装车后并没发货，而是开到工厂后门，装包的糖会被再次拆开，再经由传送带传送到我的工作区域。也就是说，我每天打包的糖都是同一批糖。我还注意到谭乾每天7点左右会独自通过后门的送菜口来拿早餐，并送上2楼，但通往2楼的门只有谭乾的指纹才能打开，我无法上楼。至于工厂为什么要这么做，2楼究竟是什么地方，我不得而知。但是现在后门、传送带以及谭乾7点左右打开传送口这些信息点都能够为我所用。金汤勺每天会在快到7点的时候把准备好的早餐送到我们车间工人的宿舍里，送完餐后他就会雷打不动地回房补觉。据我观察，他回房休息后，食堂不会再有人出现。如果我赶去食堂的送菜窗口，在快到7点钟的时候将送菜窗口另一端的谭乾喷晕，通过窗口把它搬到食堂，再用谭乾手机的第2个系统下载可以换绿幕背景的视频拍摄软件，就能将食堂绿色墙壁伪装成车间大厅，伪造他7点死在车间大厅的假象了。2025年2月25日6点半，工厂所有摄像头停机维护，停止拍摄了。6点57，金汤勺如约送餐，我开门迎接。6点58，我在门口听到金汤勺回到自己休息间的脚步后，偷偷出门来到食堂送菜口，对着另一端的谭乾喷了强效睡眠喷雾，他立刻倒下，我把他从后门搬到食堂。6点59，我在食堂的绿色墙壁前摆放了几个箱子，布置得跟车间大厅一样，并将谭乾放到箱子前。我穿上黑袍子，用谭乾手机的第2套系统下载好的换绿幕背景的视频拍摄软件，并导入提前拍摄的车间大厅的照片。7点，我将手机插到纸巾盒里，调整好机位，打开更换好的背景的拍摄软件，开始录像。我拿着提前准备的工作扳手走向昏迷的谭乾，对着他的天灵盖狠狠砸去，然后走回放手机的位置，按下停止拍摄的按键。我检查了一下视频，看上去就是在车间大厅拍摄的，毫无破绽。我满意的将视频导入到手机第1套系统的相册，并确认拍摄时间是7点整，没有因为切换系统而发生变化。7点01分，我将食堂复原后，拖动尸体从送菜口到后门，再从后门的传送带把尸体转移到车间，摆放在盖着防尘布的杂物下面，并将手机和扳手都放在了尸体附近。7点08，我处理好迷雾、黑袍子，然后通过传送带原路返回食堂，并迅速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手机视频里显示谭乾是7点整在车间大厅被人杀死的。根据门禁记录，我不可能进入车间大厅，
就算后门被发现了，传送带一趟需要3分多钟。金汤勺能作证，我6点57分拿到早餐，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前往这间大厅。我也可以摆脱嫌疑。期待 X 的考验。食品厂、豆腐店、糖果店、侦探社，所以要猜这个里面有几个人？这个里面没有，就是他糖果店没有，不能有人，没有人，所以我们一共是6位侦探和赫里摸金鱼，所以是。等一下，好像人也不对啊，画的人是3个女生，2个男生，一共6个人。如果按着人头来算，不看这个画的话，其实这里应该是有1个人的。但因为画的这个小动画人物好像跟我们是不搭边的，所以应该跟我们没有关系。一个死啦。不对啊，但这房间里都有人。对哦，这一共是几个人呢？现在目前能看到的是5个人。如果跟我们几位艺人没有关系的话，那这个食品厂里面的人是未知的，所以是跟这个字有关系吗？如果是跟字有关系的话，啊，豆腐店。府这里有3个人，富那个单人旁，然后下面那个肉有2个人，一共是3个人，所以这是3个人。然后这个侦探社是真字儿，一个单人旁，还有这个真下面里面有个人，所以这是2个人。然后糖果店没有任何带人的偏旁部首或者人。然后食品厂的话，只有一个10的那个上面是人，所以有1个人在食品厂，豆腐店3个人，侦探社2个人，食品厂1个人。恭喜你答对了，帅气哦！我们可以选一下你想去黑化哪位侦探？白汉子和您灯泡，我想选择白汉子当我的，因为他有那个低卡，然后他可以投2个人。本期投票可以变2票，他决定这个游戏这一期的胜负了。他可以帮我，一个是他帮我，然后他又能投2个人，所以等于有3个人可以帮我赢过这一局，所以我选白汉子。在本期节目中，X 玩法有所更新，作为凶手的玩家都将面临 X 的考验。如果凶手玩家在考验中取得成功，则他可以选择是否要黑化一位追探，成为 X。黑化的 X 将在接下来的探案过程中努力帮助凶手逃脱，且 X 在确认凶手之后仅有1次沟通机会。黑化 X 是啥意思？黑化是什么意思？怎么黑化？比如说我是凶手，你俩是推探，我说今天不用 X， 我自己搞。现在可以不选择，哦，但一定会选的，因为选赢面大。多1票也不一定啊。如果是金的话，我相信他会不选的，因为他很懂综艺效果。我不选什么？不选 X。你偷感很重，你懂？我懂不懂综艺我不知道，但你很懂我。感情线在后面，等一会儿。这不就和以前一样吗？没变化吧？有一个区别就是只能沟通1次了。以前是投票的时候，打个比方，咱俩你是凶手，我是 X， 咱俩就有2票了吗？在投票之前，你并不知道我投谁，我也不知道你投谁，所以咱俩可能都归不了2票。那你就在现实谈话里面归票好了。那只能在现实谈话里边，现实当中归票。比如说你是凶手，你知道我是 X， 我跟你说就是他，就投他，然后咱俩可能就冤枉他了嘛。打个比方，我说这个意思啊。我告诉你们，杀手，我是一个正直的推探，黑化我没有用，黑化了我依然会为我的正义感去正义而战。所以就是这样的，你们谁选了他 X， 他立刻说刚才谁选了我？刚才谁？他直接就咱们游戏结束，就是这种的。他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不会是这样的。
确认 X 了吗？看看你是不是 X。哎我先松弛一下面部肌肉，很久没有经过这个东西了。你进来就能看得出来。Go！哎，等会儿他已经有变化了，上一季他已经不会有变化的进来了。什么？上一季你刚进来的时候就能有一点表情变化。你上一季被选中 X 的时候，你进来很气愤，这样进来的，我还记得。哇，杀气好重！啊，我记得。他应该是抽到 X 卡，做了一番 reaction。他来了！哎，你选我干嘛？我有这么气愤吗？你去年就这样，去年就这样。所以你是 X 了？我不是 X。我绝对是，肯定是白汉子是 X 啊。哎，咱们今天的玩法其实我觉得是正常的。比如说我问你是不是凶手，你只要说我是，我觉得就是很奇怪。我是。什么意思啊？一般正常的玩法应该是你一定要说真话嘛，你确实不是啊，你就说我不是。哎，你现在状态很好哎。我感觉你还……哎，怎么一说你状态好，你立刻露出了一个坏掉了的笑容。偷偷比心。苍蝇说。不是白汉子为什么这么快啊？因为他不是 X， 我感觉他比较像 X。说吧，你刚才不是说你要做个正义的人吗？你刚才不是说你要做个正义的人吗？没错，是我。我觉得他是 X。我觉得大家会说实话，因为人在没有办法说谎的时候就会说实话。对，他进来说我不是 X， 你竟然说是我，那这就是实话。如果你是 X 的话，我大概知道谁是凶手。我不是。你为什么要跟着他一起在说我呢？他变得话多了有没有？他有变得话多了哦。好。这样。好，行。哎，行，抓住了，没办法，这没辙。多说点。我不想说，我刚刚在观察，我就在观察这个东西。你今天用2票吗？我用，我一开始今天就要用。我说他是 X， 他到现在没有反驳我。我没有反驳任何人。不，他应该说你别装了，你是或者我说我是啊，然后我说完我是，他紧接着就开始跟你附和着就开始说我嘛，那他应该给我们解释，但是他是对眼睛一直看着你说，这是我刚才看到的呀。OK， 很用力啊。很用力啊。总说他 CPU 别人，今天我们就好好 CPU 他一下。好的。还真有意思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个名儿就在这儿吗？咱俩不能太和谐。他说杀人动机和他一样很作，作案动机来说。要不要点个啥暗号改票？
这样，投票环节，张凌赫我就摸鼻子。